這艘船只有120噸而已，然後它有16艘，它就像小蜜蜂一樣，它是完全不对稱的。可是這小蜜蜂太可怕了，它竟然可以帶重型魚雷，虽然不多，它可以帶2發，但是它還可以再帶2枚由中國提供的 C704。巡弋飛彈，等一下，它還載了20顆水雷，你就想到這麼小的載具，它可以帶這麼多，而且它部署在荷姆茲海峽，那你說美國敢進到荷姆茲海峽嗎？它絕對不敢的。然後遇到這件事情之後，你會發現它更不敢。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的是伊朗，難道要封核15年確定了嗎？來換解禁，等一下就細節會來特別一次做觀察。川普在這時候高喊說，美伊的協議已經正式的進入了倒數計時，尤其呢 ，CNN 做了一個計算，川普說已經快要達成協議了，喊了37次，是不是這一次又是狼來了呢？那我們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另外，今天會特別關心到的是伊朗的這一艘潛艦哦，可以布雷，它是一個迷你的潛艦。等一下就它的戰力細節也來做一次比較深入的分析，威脅直指荷姆茲海峽。好，先來關心到的是在美伊衝突持續升高之際。我們看到的川普在9號這一天又在喊話了，他說呢，美國跟伊朗的核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到了最後階段，而且呢，他說2到3天之內就能跟伊朗簽署協議呀。他說呢，接下來簽完之後，伊朗會全面的禁止擁有所有的核武，而且呢，荷姆茲海峽在我們簽署完的當天就會立刻可以重新開放了。他還說呢，等到開放之後，油價就會大幅的下降。我在2週之內就會取得這一場重大的勝利。講完之後 ，CNN 就立刻很酸了。他說呢，我們做了一個統計，從3月份美伊開戰到現在，川普啊，你至少已經說了37次，說你會即將達成協議，真的嗎？這一次真的可以成真了嗎？那另外一方面呢，外媒也做了一個披露，說這個美伊的和談現在是不是看起來真的有希望了呢？因為根據了解，美伊雙方正在談的一項是有關於伊朗將會封核達到15年，伊朗會答應嗎？我們來看到這個細節哦，包括了說會伊朗的方面停止濃縮鈾、稀釋濃縮鈾的庫存，還有拆解部分核設施，接受國際的突襲檢查。來自《紐約時報》的方面又做了一個比較細節的分析，他說呢，這15年被視為是一個折中方案，原因是說美國原本是提要求凍結20年，伊朗是提10年，所以中間的這個15年被視為是美伊雙方各讓一步的一個折中方案。另外呢，其實美伊在沒有辦法達成協議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關於核設施的部分，到底要不要拆除呢？那美方的方面說呢，已經要求說3座主要的核設施都必須要拆除，包括了納坦茲、福爾多跟伊斯法罕。但是傳出來呢，伊朗說3座當中，我只願意拆除當中的2座。而且呢，美國很緊張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當中這邊我們剛剛也提到福爾多嘛，這個在這個奧巴馬時期曾經生產過，在這邊哦生產過這個類似武器級的燃料，讓美方針對這個議題是特別的謹慎小心的。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的？如果伊朗，我們先做一個假設，願意接受15年的協議，代表川普成功逼這個伊朗來做讓步嗎？還是德黑蘭它其實有更大的一個戰略目標，是為了先換取解除制裁嗎？那川普喊的2到3天之內會簽下協議 ，CNN 說你已經喊37次了，說你快成功了，真的談得成嗎？委員怎麼看？對，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講到說，現在的停戰哦，是一個非常脆弱而且不穩定的停戰。在停戰的過程當中，其實大家互相還是在打來打去哦。那麼，但是只要你說停戰，它就是停戰。可是有一些事情哦是混不過去的，就達成協議這件事情是混不過去的。所以呢，也許你接下來會看到為期1年2年的停戰，但是這2年的過程當中，仍然持續的不斷有零星的大小規模的衝突。但是如果也真的要照川普的期待說要盡快的達成協議，我認為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這一次的談話將會被列為他第38次的狼來了的這個唬爛的一個這個論述了。而且大家仔細注意一下，這個川普在每一次放話說要達成協議、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他們都玩了另外一招，他們都會去找一個美國的媒體來配合放消息。
所以呢，除了川普的談話，你就會看到某一家美媒開始就放出訊息了，說這個協議的內容是什麼？這個協議幾乎已經談好嘍，然後現在就放在川普的桌上了，等着川普要簽署了。包含像這一次，你看到說這協議快談好嘍，從這個10年、20年取得折中15年，現在就只剩下最後一點點的這個歧義，只要解決了就好了。可是在這過去的37次加上這一次的第38次裡哦，你都會發現最後伊朗就出來打臉了。那麼我不要講說前面那幾次啦，你就講第37次是上周才剛發生的。川普說什麼？說這個周末就可以達成協議了。那我就很好奇，那這個周末到底達成什麼協議呢？這個周末，如果你還記得，思敏，這個周末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兩個人對打了一輪，就不但沒有達成協議，以色列跟伊朗兩個人狂轟猛炸對打了一輪，還需要川普出來按捺雙方，說大家冷靜哦，大家不要再打了。好，所以呢，你看到川普說第38次就是我們現在聽到的這一輪呢，38次就要達成協議了。那如果真的會達成協議，那我們剛才在上一輪討論的這個美國跟伊朗的互打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就都已經要達成協議了，美國有必要去做什麼自衛性打擊嗎？伊朗要發動21次的攻擊嗎？所以這又是另外一次的鬼扯啊！就是事實上，美國跟伊朗要達成協議，根本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彼此的立場是完全的南轅北轍，天差地遠，不可能有交集。大家看到剛才電視牆上講的，美國這個透過西方媒體放出來的這個認知作戰，說這個協議內容達成完之後呢，荷姆茲海峽隨即就要開放了，這就美國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了，笑死了！如果伊朗真的同意了這樣的協議的話，那伊朗的那些人都白死了，那100多個烈士是莫名其妙的被殺了嗎？然後伊朗的民眾莫名其妙被炸了，那160幾個這個女性的小學生也是莫名其妙的犧牲了，這筆血債沒有血償。然後伊朗還要往後退，伊朗怎麼可能會接受這一點嘛？所以我根本上就認為，現在所看到的所有的協議的內容，你不管講說這個濃縮鈾核設施，光是荷姆茲海峽這件事情，伊朗就不可能會讓步的。伊朗在這件事情裡，他如果讓了，摸摸鼻子退回來了，真的簽了一個這個莫名其妙的協議，那麼伊朗就等着2年後、3年後，美國跟以色列會捲土重來啊，準備好了再一次把它殲滅掉。所以對伊朗來講，他的看法，我認為伊朗盤算的很簡單，我付出了這麼大的犧牲跟代價，如果我沒有辦法一舉把美國驅離出中東，如果我沒有辦法一舉奠定我在中東這個霸主的地位，那麼這場仗我不會停的啦。好，其實是現在雙方在和談上面真的是南轅北轍，雙方提出來的條件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剛剛也說了嘛，外媒提說這個可以封存15年，伊朗有可能答應，有這樣子一個說法，一修又怎麼解讀？我認為第一個核武現在幾乎是不可能談判的，因為這個已經是變成小哈梅內伊他的一個核心了，他直接已經下了他的教令，說禁止這個武器這個用作這個濃縮核，就是濃縮核原料這部分出口。本來一度有傳出說是不是透過大國啊，也有人就說可能就是北京來作為這個武器部的一個儲存。當然，我認為北京是不會接這個茬了啊。那也有人說到是不是由巴基斯坦來處理。但我覺得這所有的窗口都過去了，因為只要以色列繼續打真主黨，都會被德黑蘭視為毫無誠意。所以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只差別是接下來是要大打還是小打。但是美國是不願大打的，因為現在美國任何的大打，那川普現在的支持度大家知道是多少嗎？是25%負的，不支持60%，支持35%。所以這個對他的其中選舉來講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還有一個點就是說，川普目前陸續已經開始初選，已經通過。初選之前，你還可以裝聾作啞，因為在初選階段的話，馬卡帕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幾乎在國內，包含像有一個這個參議員，他是本身是當時這個白宮這個動亂的時候，他是投下反對川普那邊的，結果他被川普用初選做掉了。但問題是你總要進入到大選，當你進入到大選的時候，馬卡的票是不足以贏得這個勝選，所以這是這整件事情的關鍵。現在美國呢是等於說有一點被以色列架着，但這個架着他想下去又下不去，就非常的尷尬。那我自己個人的觀察是這樣，伊朗知道這個概念，所以反正拖嘛，我已經拖了40年也無所謂吧。1979年開始到現在被制裁，不被制裁了幾年了，這就無所謂。所以沒有伊朗有拖下去的底氣，但是美國沒有拖下去的辦法。而且更直白的講啊。現在你剛剛跟這個透過中美會談，你架構了一個全新的樣態，什麼樣態呢？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是什麼概念？也就是
從原本的冷戰對抗敘事轉換到合作競爭敘事，要競爭，但是以合作這個穩定彼此，不要發生強衝突，因為一旦發生強衝突叫什麼？鬥則兩害。美國要做霸主沒辦法嘛。那可是問題是，好，你說要合作，要合作競爭，那重點是你要趕快發展自己啊。你美國現在一個被俄烏戰爭拖着，另外一個又被伊朗拖着，而中國大陸現在呢高歌猛進，他要做什麼？等一下我們還會討論到，包括後面這個 AI 的一些問題。那你這個不就是一直在錯失你自己的時機嘛？而且事實上也會因為你這樣非常被動的形態，你在接下來9月份的時候，這個習近平還要過去啊，9月24號這個中秋節前夕，那再過去的時候，那再談一次，那形勢又是怎麼樣了？這個是整個觀察的要點，所以我覺得現在川普的問題就在這裡，但他必須要下一個決心啊！如果要這件事情有個結尾，他必須狠起來對以色列。所以現在有些網友在笑稱啊，那乾脆美國不要再炸伊朗，美國直接去炸什麼？美國直接去炸耶路撒冷，去炸特拉維夫，直接把納塔雅胡給做掉，這事情就解決了。是這個是有可能的，這當然不可能啊。但是整體來講，只要把美方的這邊對伊朗的就說對以色列的武器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的話，我認為以色列的後繼是很困難的啦。好，我們剛刚就這個政治外交面做了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那我們也來看到，在這個和談上面，剛剛我們說了嘛，不管是濃縮鈾或者核武問題、核設施問題，看起來都是無解。那荷姆茲海峽問題有沒有可能有解呢？尤其現在還有一個卡關的事情，就是伊朗現在持續的在荷姆茲海峽這邊秀它的軍事肌肉。現在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它最新的一個迷你潛艦哦。根據了解，它是叫做隱形守護者，是可以在這邊偷偷的靠着這個潛艦繼續的布雷的。來看到它的小檔案，它叫做加迪爾級的迷你潛艦。伊朗呢，根據了解有16艘哦，每艘其實不用10個人操作，它可以搭載2枚的魚雷跟2枚中國大陸設計的 C704 反艦巡弋飛彈。那幹哥怎麼看它的戰力？對於美軍的威脅有多大？好，這就是標準的叫做不對稱戰力。什麼叫不對稱戰力？通常來講，我們說潛艇，你看我們的這個海鯤艦要下水了，对不對？我們現在的泛指的這樣子，就是一般正常的海權國家，他們要派出去的潛艇都必須要接近2000噸，這艘船只有120噸而已，然後它有16艘，它就像小蜜蜂一樣，它是完全不對稱的。可是這小蜜蜂太可怕了，你知道它身上帶了什麼嗎？它竟然可以帶重型魚雷，雖然不多，它可以帶2發，但是它還可以再帶2枚由中國提供的 C704 巡弋飛彈。那這個是從最早的 C803 鷹擊飛彈給這個改良而來的。這麼小的一艘船，你知道這艘船有多大？你知道，它大概只有29公尺，就是我們等一下一出去看到公交車，就台灣的公車啊，就跟那個公車一樣大，寬也一樣大，長也一樣大。這麼小一艘，它其實老實講一句，它不算，它只能夠算是一種載具，它連艇都不算，因為上面坐不到10個人，再多1個人那個船不行的，跑不動了，因為它才120噸而已，它很小。可是它載了這麼多武器，等一下它還載了20顆水雷，你就想到這麼小的載具，它可以帶這麼多。好，我來把它的身世揭秘給大家。比如說，伊朗怎麼會有這麼多小潛艇呢？它的作用就是放在荷姆茲海峽，然後看到美國海軍航空母艦不敢進來啊，但是驅逐艦敢進來，驅逐艦進來這樣。那我要提醒你一下，這些袖珍潛艇就是由北韓的技術提供而來的。它的戰果是什麼？戰果是2010年韓國天安艦被炸成2半的事件，大家想起來了嗎？就是這個潛艇幹的，就是這個潛艇幹的，就是這種加迪爾型小型潛艇幹的。他秘密發射了1枚魚雷，然後天安艦不知道被誰打到，突然說：“艦長，本艦中彈了，哪裡？水線以下。”水線以下中彈是沒有救的。氣艦，那艘船有2000噸，是當時韓國最新發展的普鼎級的護衛艦，2000噸啊，不是很大，但是老實講一句，它對付潛艇綽綽有餘。然後它大概在2個鐘頭之內就沉沒，沉沒在黃海，它叫做天安艦。所以這件事情引起國際很大的震撼。真正的不对稱戰力，我用袖珍潛艇把你的正規的巡邏艦給打沉了，就是這個潛艇幹的。所有的技術從北韓移植而來，
所以我講完故事之後，大家會想想看，這玩意兒可不可怕？非常可怕。而且它部署在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的深度只有最深的地方最多60公尺而已。它躺在荷姆茲海峽的海底，它可以躺着，為什麼？它不用開動，它只要發現了如果有美國的精銳的這個系統，比如說飛彈驅逐艦靠近來啊，或者是航空母艦之類的，它可以發射魚雷在那邊等待你，或者它可以布下水雷。那你說美國敢進到荷姆茲海峽嗎？他絕對不敢的。然後遇到這件事情之後，你會發現他更不敢了。所以這個戰爭，像委員講的，還有得打。本以為，美伊談判已經有一個不錯的結果了嗎？因為盧比歐都出來說了，他說荷姆茲海峽的問題在數小時之後就會可以聽到一個好消息了。川普這邊也放話啊，他說呢，伊朗原則上是已經同意了，會處理好他們的高濃縮鈾的庫存，甚至還獅子大開口要伊朗交出全部達到2000公斤的濃縮鈾，而不是只有450公斤這一種武器級的濃縮鈾而已。消息一出啊，伊朗是直接打臉了，不管是盧比歐或是川普的最新談話。官媒這邊駁斥說，要交出高濃縮鈾的話，這個是完全是不實的假新聞，還挑明了現在呢，跟美國只願意談的是要雙方停止敵對的行動，解除海上的封鎖，還要美國釋放凍結伊朗的資產。那麼有關於美軍最在意的核計劃跟濃縮鈾的問題，他說至少也要等到30或者是60天之後才有可能來做談判。原因很簡單，或許伊朗在過去的這個烏克蘭的問題上面已經學到了經驗，因為烏克蘭當年交出了核武之後，現在換來的是俄烏戰爭。我們看到了包括了北韓死守核底牌，但是現在看起來美國是完全不敢去動北韓的。那麼伊朗的總統裴佐斯基安雖然說伊朗無意追求核武，但是大家現在看起來或許就是為了要做對於伊朗的自保嗎？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也請賴老師先幫我們分析，是不是等於說，核武交出去就是把國家安全交到了美國手上？伊朗總統說他無意追求核武，這個會是緩兵之計嗎？賴老師怎麼看？我相信伊朗是沒有意思要追求核武的啊，我的判斷。因為如果伊朗真的要製造核武，它沒有必要提煉到60%或者80%就停止了。它事實上可以加速再提煉，而且盡可能的保密，然後盡快的能夠把一部分提煉到95%能夠做出核彈。因為俄羅斯已經提供給他相關的這些導彈的技術跟能力，所以使伊朗在這一次的戰爭中，我們看到了它事實上已經驗證了。它可以打2500公里甚至更高一點的這個中程的導彈。換言之，也就是說，它的載具就是載體就是導彈本身，它已經可以打到以色列本土，所以它只需要是核彈頭。如果伊朗在當初是真的有下定死的一個決心就鐵的決心要做核彈的話，核武其實伊朗應該是可以做出來的。但是很明顯的就是說，哈美內伊也就是老哈美內伊。被第一時間被美國以色列，特別是被美國以色列所殺死的這位伊朗的領導人，很明顯的他並沒有要發展出核武，他只是希望透過這個核濃縮鈾作為一個談判的一個籌碼。是因為道理很明白，就是伊朗在奧巴馬總統時代完全遵守核協議，完全遵守，這是有國際背書的，包括聯合國的原能委員會。他們背書說伊朗是完全遵守，那是川普上來的時候撕毀了這個核協議，那是川普，所以違約的是美國。那違約的美國，那本來伊朗還寄望歐洲國家能夠主持公道，因為當時中國跟俄羅斯是主持公道的，但是還需要聯合國的另外的2個常任理事國，法國跟英國，還有當初參與這個核協議的德國，他們共同來主持公道。那所謂的主持公道，就是說他們拒絕執行美國對伊朗所施加的制裁，結果不是，結果事與願違，只有中國跟俄國，但是俄國力有未逮，所以真正能幫伊朗忙的就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頂住全世界的壓力，那麼繼續支持伊朗，認為伊朗是沒有違反核協議的。好，可是其他的所有的美國的盟國，包括韓國在內，
都背叛了伊朗，韓國也凍結了伊朗的這個境外的這些財產，10幾個、20個億美元。所以為什麼伊朗都一直在炸韓國的郵輪？就是因為韓國本身背信忘義，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那也就是對於歐洲的其他的國家來說的話，由於他們背信忘義，所以對伊朗他就沒有必要再遵守核協議了，他就開始提煉濃縮鈾。可是我們在強調，如果他真的要做核彈，他早就可以做出來。可是他為什麼一直沒有？那是因為老哈梅內伊他是把它作為一個籌碼而已。好，那因此我覺得伊朗的總統所說的話是可靠的、可信的。伊朗沒有要發展核武器，可他要用這個來做籌碼，不排除被迫發展出核武器。那因此拿這個東西來跟美國做談判。目前我覺得卡住的原因是在哪裡？卡住的原因是在於彼此之間的不信任了。伊朗不再信任美国，对。那伊朗現在願意把濃縮鈾如果要交出來，要交給哪一個國家，他可以在第一時間交還給伊朗？我覺得伊朗在乎的是這個。但是既然願意30天到60天再來談，那就是代表這個部分是可談的，可談的就有機會嘛。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伊之間的不信任哦。那麼伊朗首先呢，把這個高濃縮鈾目前還是握在手上，當做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籌碼。真的要談的話，也是60天之後才談。所以現在呢，在美國的內部開始鬧起了不同的聲音哦。有人覺得說，搞了半天，你這個美國打伊朗打了半天，自己的武器都消耗盡了，結果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呢？民主黨的參議員是這樣說，根本就是讓伊朗回到了戰前的一個狀態啊，打了半天完全沒有什麼結果，連前國務卿龐貝奧都開炮了，說這跟歐巴馬時代相比，根本是毫無進度的。有一個說法就是說，史詩級怒火根本就是白打了。包括現在美國呢，它的飛彈耗盡了，中東基地挨打，油價震盪，還有荷姆茲海峽還被封鎖，那到底是不是一切都回到了原點呢？聽到了這些話之後，川普非常的生氣，他在網絡上面直接開炮說，這不會是歐巴馬那一份爛協議。那白宮通訊的主任也嗆龐貝奧說，你一無所知，要他閉嘴。好，最敏感的是有一個人事的一個調動，就是美國國家情報總監，這位是加巴德。現在呢，最新傳出他要辭職，表面上說是家庭的原因，但是外界透露說他在伊朗開戰的理由上面不願意配合川普，才會有此結果嗎？楊老師就這兩個議題怎麼看？現在不會是回到戰前狀態，美國也沒有白打這場戰爭，但美國事實上是輸了，所以他並不是白打，他反而揭露了他自己本身戰爭能力以及軍事戰略，還有整個大戰略決策的弱點，而現在根本就揭穿了他過去一直以為傲的全世界的軍事。以及在中東地區的霸主地位，我覺得這場戰爭沒有白打，是把美國從神壇上面打下來了，而且是自己打下來了。這個戰爭現在不可能回到戰前狀態啊！你現在看看伊朗，戰前狀態，他的領導階層48個人都不在了，他的經濟現在受到蠻大的一個衝擊，所以這個不太可能回到戰前狀態。那第二個是，那荷姆茲海峽也不會這麼簡單的回到2月28號之前完全自由航行狀態。我覺得伊朗某種程度已經跟阿曼在談，以收服務費的方式，但不多，但是某種程度的還是影響整個荷姆茲海峽的航行。那這個對於未來美國軍艦跟美國船舶要經過荷姆茲海峽很大的困難。所以不是回到戰前狀態，你更不要說。美國對於伊朗的制裁、封鎖、凍結資產，伊朗怎麼可能會讓美國完全絲毫沒有解除的情況之下就同意任何事情呢？所以這個戰前狀態搞不好是更早之前，所以整個美國也會解除這些制裁。那美國是不是白打呢？我剛剛講的，美國沒有白打，美國把自己從神壇上、從霸權上、從中東的霸主的地位上給打下來。現在你看到海灣地區超過20個大型基地，228個軍事基地，目前的衛星照片顯示被炸遠超出乎白宮的講法，而且到現在都沒有再修改，再去維修。為什麼？因為荷姆茲海峽被管控的，所以美國的船艦進不去。他不太可能用飛機運這些什麼磚頭啊過去重建吧？對。
那這個還是物質上面，那海灣國家還會跟美國在維持這個軍事基地的關係嗎？這個就不可能回到戰前狀態了。哦，然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他自己都沒有辦法，一個海上霸主都沒有辦法去維持海峽的秩序，還要跑到他的競爭對手北京那邊尋求他的支持。北京把俄羅斯的普丁也找來，隔了4天，所以基本上現在變成是叫做中國定義、美國翻譯、俄羅斯支持。新的大國協調秩序就是如此了。你看看這一次伊朗背後。都是中國在把每個國家都摸遍了，從伊朗、巴基斯坦、美國、俄羅斯，你更不要說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最近他的王儲啊，阿聯酋的王儲啊，然後呢，接下來埃及，通通都到北京去，就在這1個月內。現在巴基斯坦總理還正在北京，現在巴基斯坦總理在北京在談什麼？中巴經濟走廊。當然在談伊朗了，所以這個時候啊，美國沒有白打這場戰爭，美國把自己的霸權地位給打掉，這是美國的輸意識時刻已經來臨了，也就是大家看穿了他的實際上。那加巴德是什麼呢？加巴德因為他反以色列，他沒有跟周遭川普這些周遭裡面去這麼捧以色列、支持以色列，那講實話。沒有人敢講，伊朗根本老早核武計劃就停頓在那邊，所以在去年6月的時候，12日戰爭之前，加巴德就說伊朗其實已經沒有在推動核武計劃，因此6月13號，美國跟以色列就趕快去打那個12日戰爭。然後你看今年2月28號之前，加巴德也說，伊朗目前的核武計劃沒有任何威脅性。對。後來2月28號趕快就去斬首。加巴德犯了大忌，在美國的政府裡面。尤其是川普政府裡面沒有挺以色列，沒有聽川普的這個話，那所以他現在被換下來，那這個變成美國內政的一個嚴重的問題。以色列已經用金權整個主導美國的政治了。对，如這個楊老師幫我們看到，確實哦，這個美伊戰爭打到現在近2個月的時間，美國已經不可能回到所謂的戰前的狀態。特別是《華盛頓郵報》也在這個時候點出來說，你的戰損啊，已經遠遠的超過當初開打計劃之前的這個戰損了。尤其呢，他特別曝光了一個具體的數字，就是這個美國在這場戰爭當中消耗的武器的數量是遠遠高過於以色列的。包括了這些高階的攔截彈，是消耗量非常大的。那報道特別點出了說，美軍啊發射的這個薩德飛彈大概是200枚，幾乎打掉美軍1半的庫存了。那如果是標3跟標6，大概也達到了100枚。反觀我們來看到以色列的部分哦，它的箭式攔截彈不到100枚哦，大衛投石索大概是90枚。再來看到戰損，先前我們報道過美軍被擊落或者是摧毀的這個戰機達到42架，但是以色列有載人的戰機幾乎都是沒有折損的，因為呢這些危險的任務都是由美國來承擔的。所以在這個美軍大失血的之際呢，我們看到川普也正在積極的跟穆斯林國家領袖來通話，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這個亞伯拉罕協議，也暗示未來連伊朗哦都有可能來做加入。為什麼川普寧可犧牲、承受這種巨大的消耗跟傷亡，也要幫助以色列？那麼伊朗成功的關鍵，呂艦長又怎麼看？其實如果我們來看啊，公視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他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以色列游說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他這裡面就特別的講清楚，美國的外交關係其實跟以色列的游說關係兩個部分是相互連接在一起的。這也就是我們直白的說，也就是美國的選舉需要大量的金錢，那這個金錢由猶太人來出，那對不起就要配合猶太人的錫安復國主義。那這也就是我們看到為什麼歷任的美國總統，無論或輕或重的，都是在不斷的支持這個以色列的種種的對於無論是加薩走廊，甚至我們講到說有關於黎巴嫩，那這些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裡。那剛剛我們講了這麼多的裝備啊，那當然對於美國來講其實是大傷的。為什麼？如果我們來看 CSIS 它的一個統計的話啊，我們談到幾個，例如說我們講到這一個戰斧巡弋飛彈，或者是標準3型、標準6型，
或者是薩德飛彈，我們從這裡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它的如果要補齊的時間呢，大概最起碼都是從4年起跳，那甚至有的要到5年了。那意思也就是告訴我們說，其實這一次美國用了這麼大的力量，其實沒有辦法拿下這一個伊朗，其實是他們輕忽了伊朗。為什麼？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他們的對於美軍來講，美軍的這一個所謂的這一種戰爭形態啊，也就是我們講的馬賽克的這種戰爭形態，應該可以主導戰場，也就是我們任何的一個載具，它不但呢可以擔任了這個紅色的攻擊的這橘紅色的攻擊，它同時呢也可以擔任這個黃色的決策以及綠色的徵收的部分。他們一直這麼覺得，可是他們忘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呢在這一個伊朗啊，它其實真正的是這一個我們講到這一個胡塞組織背後真正的支持者。然後伊朗其實大量的沿用了從2023年10月開始，一直到2025年11月結束的這一個美國稱之為叫做繁榮衛士行動，也就是在紅海的這個部分，他們所創造的這一種飽和攻擊形式。那這種飽和攻擊形式包含了這一個我們講到無人機啊，或者是反艦飛彈，還有彈道飛彈。那這一些配合起來，其實那個時候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在紅海其實就已經吃了大虧。然後結果他們沒有想到的，也就是這一次伊朗會把這種戰術直接用於波斯灣的國家，它不是只對了美軍的軍事基地而已，它是对於全面的波斯灣国家，也就因此啊，其實沒有辦法有效的那個戰勝，然後變成節節敗退，甚至提前喊停火，美國的真正的原因就在這裡。今天節目一開始呢，我們先來關心到這一場美伊戰事。沒有想到現在伊朗下了對美國的最後通牒嗎？除了在軍事上对美國的軍艦開火逼退之外，還怒嗆說，針對濃縮鈾，他們要把它做到90%，也就是武器級以上的這個濃度哦，並且畫下了5個門檻，逼川普要認輸來做談判，有可能嗎？今天就這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也請來賓幫我們特別聚焦哦。川普此刻高喊說他要恢復軍事來打擊伊朗，但是伊朗反過來了，現在呢在荷姆茲海峽這邊對美艦開火，到底誰才真正掌握主導局勢呢？第二件事情，伊朗呢現在是要把荷姆茲的控制範圍持續的擴大，那現在擴大的範圍達到了10倍之外，還會部署的是迷你的潛艦，根據了解，這種迷你潛艦是具備有布雷能力的，能夠確保美國還能夠確保這一條全球能源命脈可以接下來安全的通行嗎？這個軍事面，等一下我們也做關心。第3個就是剛剛特別提到的，伊朗放話把濃縮鈾現在呢要推到90%，美國的極限施壓真的能夠嚇阻伊朗，還是會加速它走向核武的門檻？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先來看到川普開嗆，他批伊朗提出的停火方案是垃圾，而且他說呢，我完全不能夠接受，甚至喊話威脅，不排除对伊朗再次的发動軍事的打擊。川普現在對伊朗下了最後通牒，沒有想到現在呢，伊朗其實反過來哦，在這個軍事上面有所新的行動。現在來看到的是，特別看到荷姆茲海峽，他希望變成自己的主要的戰略主場嗎？來看到的是最新消息，來自伊朗媒體革命衛隊宣稱的。一艘美國的護衛艦試圖通過荷姆茲海峽，被伊朗是直接開火做警告，迫使這一艘美艦改變了它原本的航行方向。針對於荷姆茲海峽，現在伊朗方面呢要在擴大
管轄，從原本說最多達到30英里，現在最多擴大範圍到300英里，等於10倍的一個範圍。再來就是它部署的國造的這一款加迪爾級的迷你潛艦，等一下請幹哥幫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它的小檔案能夠在水下潛伏，並且在近岸突襲發射魚雷，攜帶中國的反艦飛彈。重點是它可以在這邊布置的是各種的水雷，對美軍將會造成比較嚴重的威脅。那麼在能源方面，現在根據了解，最新消息来自於伊拉克、巴基斯坦都已經跟伊朗談好，達成這種能源通行的相關協議了。如果這些國家跟伊朗談好，現在外界也分析會不會有其他的國家也模仿這2個國家，希望能夠遵循相同的路徑呢？那麼對於美方來說，又是另外一種威脅了。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苑老師，現在呢，伊朗在對荷姆茲上面的美艦開火，並且部署這種小型的迷你潛艦，把荷姆茲海峽的管控範圍再一次的擴大。代表他認為自己可以跟美軍硬碰硬，他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嗎？另外就是另外2個國家，伊拉克、巴基斯坦，他們跟伊朗達成能源上面的協議，能夠成為其他國家的範本嗎？那苑老師怎麼看？我們常常說強龍不壓地頭蛇。這個荷姆茲海峽，你打開地圖一看的時候，你就知道它完完全全在伊朗的控制範圍之內。這裡頭的話呢，剛剛聽到的消息，它在控制的範圍擴大10倍。原来20里到30里是指那個最尖的那個地方啊，荷姆茲海峽跟這個離伊朗最近的那個地方啊。接下來的話，阿聯酋那邊剩下了一個尖角啊，那個擴大的話是往旁邊延伸。那這裡面呢有3個消息非常重要。首先第一個的話呢，這個川普一直在吹牛啊，根本就講贏麻了，打垮了，沒有空軍，沒有海軍，現在不得了了，你美艦過來直接打你。直接打你，就讓你知道這個厲害。現在的話呢，這個川普的話呢，真的是進退兩難了也不曉得該怎麼辦好。然後這個第2點的話呢，就是說呢，請大家注意一下這個迷你潛艇非常重要因為什麼呢？這個大家知道我們沒有一個地區比像台灣在發展潛艇再了解。你要發展迷你潛艇，這個迷你潛艇是完全適合於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非常淺，這個潛艇叫做迷你袖珍潛艇，它放在水底下的時候。最多10個人，然後呢，它上面帶了 C704的這個反艦導彈，是大陸製造的那麼大陸製造的飛彈早就在裡頭，所以我相信這個迷你潛艇的計劃大概20年了。所以20年的話呢，在荷姆茲海峽的地緣關係上，又能夠控制在底下的話呢，那美國船只根本不敢進來，一進來地底下被什麼打掉了都不知道。那另外第3個的話呢，我覺得這裡頭當中，那個伊拉克跟巴基斯坦就通過了能源的這種重的。就是說是這個能源上的這個接送他們這個船艦的話呢，這裡面的計劃，這個計劃非常重要，因為這裡頭講的不是能源，重點是他們跟伊朗的關係。伊拉克本身就是什葉派的一個為主的一個國家。那另外的話呢，就是巴基斯坦原來在整個回教地區，巴基斯坦說良心話沒什麼油的。但是巴基斯坦的話，在這一次的話呢，就是大露其臉了，非常非常有面子，而且的話呢，第1次會談呢，第2次會談都考慮在這個伊斯蘭馬巴德來舉行，也足以證明巴基斯坦能夠這麼有底氣最重要的原因，它底下有一個神秘大國的支持，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巴基斯坦做的事情的話呢，會變成中東地區的一個效法的對象。所以說，如果巴基斯坦的這個取得了這個通過這個航道裡面的特權的話呢，那麼伊拉克我覺得沙特啦、科威特啦、這個卡達啦什麼的，他們都會陸陸續續跟着來進，這會擴大。為什麼？因為做生意的人當然要貨暢其流嘛，你都通不了海峽，那講其他都白談。好，所以現在這一場戰爭，目前我們看到伊朗它祭出的，包括了在軍事戰，還有呢軍事的打擊、軍事戰跟這個能源戰那美方呢，同樣是在荷姆茲海峽，美國也有最新的動作。一般來講，我們知道這個核潛艦不太會浮出水面通常都是隱身的。那現在比較罕見的事情是在直布羅陀海峽了。美軍讓他的一艘這個是彈道飛彈的核潛艦直接出現了。現在在看說，為什麼要這樣做？是要對這個伊朗下一下馬威嗎？再來就是伊朗，他也反過來說，我們濃縮鈾要大幅提升了，現在濃度說要到90%這種武器等級的，做得到嗎？能夠造成威懾嗎？那幹哥又怎麼看？好，美艦美國的阿拉斯加號彈道飛彈潛艦出現在直布羅陀海峽。大家要知道所謂彈道飛彈潛艦是一國的它的最終保障，
那就是說聯合國5大常任理事國，中美英法俄這5個國家擁有彈道飛彈潛艦，沒有第6個國家。好，那這5個國家呢，老實講一句，這就是他們最後的一張王牌。也就是說，除非外星人打來，不然的話，面對世界上任何敵手，你都無法抵擋這5個國家的彈道飛彈潛艦。所以阿拉斯加號出現在直布羅陀，這意義很重大。為什麼？因為其實直布羅陀跟那個荷姆茲海峽，它中間還隔着阿拉伯半島，對不对？那它出現在這邊的意思是告訴你說，我來了。通常來講，彈道飛彈潛艦它就是水下最靜默的殺手，它不可能會露臉給你看。美國總共有14艘 Ohio 級的彈道飛彈潛艦，它即將被哥倫比亞級所取代，但是這14艘潛艦是寶，所以說它不可能會亮相。它跟一般的攻擊潛艦是不一樣的，攻擊潛艦的隱秘性已經夠高了。這些彈道飛彈潛艦，你知道一艘重達16000公噸，那是海底下的龐然大物。所以說他們不隨便現身，他現身給你看的意思就是代表說，我告訴你，如果說這個問題不能解決的話，那我就用核武力來威懾你。所以大家要曉得說，美國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是它的戰略意義比較重大，但是真正能夠用到的機會，那趨近於0，因為你不可能會發動核子戰爭。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那伊朗呢？伊朗它本身現在從去年的那個12日戰爭啊，用 GBU-57的鑽地彈，也就是碉堡克星，美國的 B-2 轟炸機摧毀了伊朗的核設施之後，那你認為說伊朗的核設施就停擺了嗎？其實我完全不認為會停擺。我反而覺得伊朗不管是在伊斯法罕或是福爾多的基地，它的离心機只要再重新裝配起來的話，你知道很多專家都說90%的濃縮鈾到底距離真正的武器級核彈有什麼差別？我們現在講它到底有什麼差別？我可以告訴各位，它只有2個差別，也就是只有剩下機械加工以及裝上引爆系統，就只有這2個差別而已。也就是說，那你現在已經90%啦，那在理論上也在物理上面，它到底距離核武器多遠？根本就沒有距離了，因為這種材料直接就可以做成真正可以投射的核子武器，只是投射的方式是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其實大概只有3種投射方式，一種就是轟炸機，另外一種就是核潛艦。第3種就是地下發射井啊，那這3種其實伊朗目前現在都沒有。可是伊朗要就是說他如果說真正發展出核子武器之後，就有點類似像以色列。以色列早就有核武器，但以色列沒有投射工具，所以在沒有投射工具的情況底下，你要製造出一枚核彈之後，你要去煩惱的是接下來怎麼做。但是伊朗現在已經告訴你，我要到了90%的武器級系統是不難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一種核威懾。我們多次說過了，伊朗不可能放棄，而伊朗如果有這樣的武器的話，美國在出兵的時候都一定要忌憚再三的。所以，另外再講到那個加迪爾級的伊朗袖珍潛艇，我只要告訴各位說，只要有潛艇在那邊，軍艦就會嚇死。所以說，不管它是多麼袖珍，它只有100多噸而已。對。但它部署在荷姆茲海峽，你只要知道，你懷疑它在那裡，你就不敢進去。為什麼？它再小，它再原始，它再簡單，它都是嚇阻美軍的利器。為什麼？因為你用一般的軍艦布雷的話，美國看得到就打你了。那潛艇你看不到，它偷偷布雷的話，那對整個航道都是毀滅性的打擊。所以說，我覺得像這樣子的，像戰略級的這樣的武器，對伊朗而言非常重要。如果這個戰爭不能夠很快結束的話，伊朗祭出這樣的武器的話，會對美國的石油的禁運會發生很大很大的影響。這個是我覺得美方是要考慮的。
好，一方面我們看到伊朗是祭出在軍事行動上面針對美國的威懾力，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在政治上面也有所喊話。我們現在其實要關注的就是接下來美伊和談下一波什麼時候會正式的進行，還有沒有可能真的來進行。但是在這個之前，現在伊朗已經開出了最新的條件，他希望美國先能保證這5點，否則他不會展開所謂的第2輪的談判。那這5點其實有很多是跟這個經濟也有關係的，包括解除對伊朗的所有制裁啊，還有凍結他的海外資產跟賠償他的戰損，然後呢，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線，包括現在正在進行當中在黎巴嫩的戰線，再來要承認美方要承認在伊朗在荷姆茲海峽的主導權等等，代表伊朗現在真的不怕美國了嗎？真的可以這樣解讀嗎？那玉君怎麼看？我看伊朗應該是在吹哨子壯膽的，就是因為美方是不可能承認伊朗在荷姆斯海峽的主權的。而這件事情對於其他中東的周遭國家，沒有人會認同這件事情啊。現在不管是比方說阿聯酋啊，或其他國家，為什麼要跟伊朗暫時去談？因為他們經濟受損，所以他們只是在買時間，看美國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好，那我們說為什麼伊朗現在在吹哨子壯膽呢？因為他知道現在美國沒有時間處理它。川普現在最大的事情是在跟習近平跟北京就有更大的問題要處理，有他的大交易要去談判，所以他知道我這時候怎麼喊，美國也不會理我，我喊了也沒有人當真，你喊了也不會有任何被美國教訓或美國修理，所以我這時候喊，我把籌碼喊高了，我搞不好有人就信了，或搞不好這就是打仗啊，一個是軍事，一個是心理，這就是標準的心理戰嘛，好。但是他心理戰，他事實上他很有底氣，他這心理戰不是沒有底氣，軍事上他不一定這麼有底氣，但心理上他是有底氣的。為什麼？美國現在的做法很簡單，我把你圍起來，我看你經濟可以撐多久。好，我川普雖然國內可能經濟上很多人對我要崩盤，但是我看你撐得久還是我撐得久。哦，那伊朗現在的意思就是說呢，我跟你玩命，你要不要跟我玩命？那川普就覺得說，好，你是最後你是這個生存之戰，那我美國如果你把我的這個美元，就是石油美元變我生存之戰的時候，我可能就對你下死手。這就是双方在喊，就是到底誰比較狠嘛。那伊朗現在底氣是什麼？第一個底氣是他們新型領導人他們內心的陰影。就是你們當暗殺我們老一代領導人的時候，我們心裡會怕，我們不願意跟你們談判啊。他們看到不管是自己以前的領導人，或敘利亞格達費的問題，或者是他看到金小胖每天要活得開開心心的，他們就不願意和談啊。他們心裡不抓着這個武器，他們心裡不踏實嘛。再來就是我們看到，不管是中國，不管是這個俄羅斯，不管是北韓，這個所謂的軸心，3個軸心。我們看到很多國際的報道，他們都有給伊朗一些支持嘛。那美國現在的做法一定是很簡單，他把你這3個軸心一個一個拆了。他現在在中國，我們之前看到為什麼普丁開始在談可能跟烏克蘭停戰的問題，這一定有美國背後跟俄羅斯在談的一些事情。那他也希望透過中國去施壓北韓嘛。好，那最後一個就是伊朗在賭，伊朗手上真正最厲害的是經濟武器。以及美國內部大概有將近快70%的人反對這場戰爭，或不知道為什麼美國要打這場戰爭，他就看你美國什麼時候崩盤，或看你國會能不能跟川普施壓嘛。所以最後這個時間呢，到底站在誰這邊？我認為最後還是會站在美國這邊，因為不會只有美國的經濟受到影響，而且大多數人寧可被美國控制的這個地區，而不願意被伊朗變成一個新型的地區的霸權。